在地球的某些角落，存在着一些神秘且令人无法接近的区域。这些地方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极端的环境条件或者高度的机密性，被严格禁止任何人踏足。从隐秘的军事基地到禁忌的遗弃岛屿，从被诅咒的地区到政治与历史的阴影，这些禁区背后隐藏着人类最深的恐惧和最大的好奇。它们是人类文明的备份盘，是军事机密的保险箱，是未解之谜的储藏室。每一个禁区都是一扇通向未知的门，门后可能是改变人类认知的真相，也可能是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带您走进这些地球上最神秘的地方，揭开它们令人震撼的面纱。第10名，可口可乐保险库。在世界范围内，有许多被严格保护、禁止外人进入的神秘禁区，其中之一便是可口可乐保险库。这个位于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保险库，并非存放黄金或军事机密，而是保护着全球最有价值的商业秘密——可口可乐的配方。这个配方自1886年诞生以来，一直被严密保护，并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业机密之一。可口可乐由美国药剂师约翰·彭伯顿于1886年发明，最初是一种含有微量古柯叶和可乐果的饮料。经过改良后，古柯叶中的麻醉成分被去除，但其特殊的风味仍然保留了下来。如今，可口可乐的配方被称为 Merchandise。7X 它的确切成分和配比被视为商业机密，从未被完全公开。这份神秘配方的商业价值难以估量。据传，全世界只有极少数公司高层知晓完整的配方，并且他们不得同时乘坐同一架飞机，以防止因意外事故而使配方失传。这种极端的保密措施使得可口可乐配方成为了商业界的圣杯。为了保护这一价值连城的配方，可口可乐公司在2011年将其永久存放于亚特兰大可口可乐世界博物馆内的保险库中，并向公众开放展览。虽然游客可以参观保险库的外部，但真正存放配方的地方则被层层安保系统封锁，禁止任何人进入。这个保险库拥有高度先进的安全措施，包括高科技指纹识别和虹膜扫描，确保只有授权人员才能接近保险库。厚重的钢铁大门，即使是炸弹或切割工具也难以破坏。全天候武装警卫巡逻，确保没有外部威胁。智能监控系统能检测出任何可疑活动，并立即触发警报。尽管外界流传着许多关于保险库的传闻，但至今没有人能真正接触到那份神秘的可口可乐配方。关于可口可乐配方的保密性，多年来一直有各种传言。真的只有2个人知道完整配方？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全世界同时只有2个人知道完整的配方，而且他们不得乘坐同一架飞机或处于同一地点。但这只是一个商业营销策略，实际上配方可能掌握在一个更小的高管团队手中，而不是只有2个人知道。成分是否真的完全保密？虽然可口可乐的主要成分如碳酸水、糖、咖啡因、焦糖色、磷酸等是公开的，但最核心的 7X 配方仍然保密。食品化学家尝试过破解其成分，但即使通过化学分析，也无法完全复刻其独特的风味。曾有人试图盗取配方。2006年，可口可乐公司的一名员工曾试图将机密配方出售给竞争对手百事可乐，但百事公司拒绝，并将其举报给 FBI。这名员工最终被捕，并被判处入狱。可口可乐不仅是一种饮料，更是一个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品牌。其配方不仅关乎口感，还涉及全球供应链、生产工艺、原材料采购等商业机密。如果配方泄露，可能会导致市场竞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它被视为现代商业史上最成功的秘密之一。可口可乐保险库虽然不像军事基地或核武器存储设施那样具有战略意义，但它却是全球最重要的商业机密之一。它的存在证明了一个商业秘密可以如何被成功的保密超过1个世纪，并成为世界10大禁区之一。这不仅仅是一道保险库的大门，而是一段跨越100年的传奇。第9名，诺克斯堡。
诺克斯堡是美国肯塔基州的一座军事基地，占地约440平方公里。这座看似普通的军事基地，却隐藏着世界上最神秘的金库——美国金库诺克斯堡。这座金库自1937年投入使用以来，就成为美国黄金储备的核心存放地。目前存放着约4570吨黄金，占美国黄金储备总量的2/3以上。诺克斯堡金库的建筑结构堪称军事防御工程的典范。金库主体建筑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墙体厚度超过1米，金库大门重达22吨，采用定时锁机制，即使在紧急情况下也无法立即打开。基地内驻扎着超过3万名士兵，配备有坦克、装甲车等重型武器，空中还有武装直升机24小时巡逻。如此严密的防御体系，使得诺克斯堡成为世界上最难攻破的堡垒之一。除了黄金储备，诺克斯堡还存放着众多国宝级文物，其中包括美国独立宣言原件、林肯总统的格底斯堡演说手稿、美国宪法原件等珍贵历史文献。这些文物被存放在特殊的恒温恒湿保险库中，由专门的文物保护专家负责维护。诺克斯堡最引人入胜的莫过于其与 UFO 的种种传闻。有传言称，1947年罗斯威尔事件中坠毁的 UFO 残骸和外星人尸体就被秘密转移至诺克斯堡。基地内设有专门研究外星科技的实验室，甚至有目击者声称看到过不明飞行物在基地上空盘旋。虽然美国政府从未承认这些传闻，但诺克斯堡与 UFO 的种种联系为其增添了更多神秘色彩。作为世界10大禁区之一，诺克斯堡不仅守护着美国的财富命脉，更承载着无数未解之谜。从黄金储备到历史文物，从军事机密到 UFO 传说，这座神秘的堡垒始终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在可预见的未来，诺克斯堡仍将继续保持其神秘面纱，成为人类探索未知的重要象征。第8名，松树谷。这座由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管理的军事基地，位于澳大利亚中部的爱丽丝斯普林斯附近，被认为是全球最重要的卫星情报监控中心之一。由于其极端的保密性和重要的战略地位，松树谷成为世界10大禁区之一，并引发了无数阴谋论和猜测。松树谷基地建于1966年，冷战期间正式投入使用。最初，它被对外宣称是一个气象研究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外界逐渐发现其真实用途远不止如此。松树谷实际上是美国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以及澳大利亚国防情报机构共同运营的全球卫星监控中心。这座基地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协助美国的五眼联盟进行全球情报收集。五眼联盟是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全球情报共享网络，而松树谷则是其中最关键的监听设施之一。由于松树谷的重要性，其安保措施极为严格，被列为澳大利亚乃至全球最高级别的军事禁区之一。全封闭区域，普通民众被禁止进入，周围有警戒线、隔离带和全天候巡逻的武装士兵。该基地配备了最先进的监控设备，包括红外探测、运动传感器、无人机巡逻等，以确保没有未经授权的人员靠近，限制空中飞行。松树谷上空属于禁飞区，未经授权的飞机无法靠近。以防止侦察或潜在的安全威胁，由于松树谷的极端保密性，许多人相信它的用途远不止官方公开的内容。有传言称，松树谷不仅是一个卫星监控站，还可能涉及外星科技研究。部分阴谋论者认为，美国政府可能在这里存放 UFO 残骸，甚至进行外星生命实验。一些极端阴谋论者认为，松树谷可能是全球精英阶层策划新世界秩序的指挥中心，利用先进科技对全球进行监视和控制，时间旅行或秘密武器实验。由于松树谷的高度机密性，一些人认为这里可能在进行超前科技实验，如时间旅行、心灵控制或高能武器研究。不过，这些猜测并无确凿证据。松树谷联合防卫设施不仅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重要军事基地，也是全球最先进的情报监听中心之一。它的高度机密性
强大功能以及神秘传闻，使其成为世界10大禁区之一。虽然公众无法接近，也无法得知基地内部的真实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松树谷在全球安全格局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那么，你认为松树谷基地是否真的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还是它只是一个被夸大的情报站？第7名，梅日戈尔耶镇。这座位于乌拉尔山脉深处的小镇，被认为是俄罗斯的核指挥中心，直接关联着一项绝密的军事计划。死守系统也被称为世界末日武器，由于其战略地位和重要性，该镇对外完全封闭，普通人根本无法进入，也极少有关于它的官方信息，使得它成为全球最神秘的军事禁区之一。梅日戈尔耶镇位于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靠近亚曼套山。这座山脉是俄罗斯境内最高、最具战略价值的地理位置之一。建造时期，据历史记载，该镇的建设始于苏联时期的20世纪70年代，当时正值冷战高峰期。苏联政府秘密在亚曼套山地下修建大规模的军事设施。虽然俄罗斯政府从未正式承认梅日戈尔耶镇的真正用途，但外界普遍猜测它与俄罗斯的核武器控制系统密切相关。美国情报机构曾在1990年代通过卫星照片发现，该地区的大规模挖掘工作一直在进行，暗示其可能是一座庞大的地下军事基地。苏联解体后，梅日戈尔耶镇仍然受到俄罗斯政府的严密管控，外界对它的了解几乎没有增加。它被列为俄罗斯最机密的军事禁区之一，不仅普通公民无法进入，就连俄罗斯本国的许多官员也无法获得详细信息。由于其极端重要的军事价值，梅日戈尔耶镇的安全级别极高，任何未经授权的人都无法靠近。由于该镇的高度神秘性，外界对于它的猜测层出不穷。部分传言称，该镇下方有一座庞大的地下城市，足以容纳30万至50万人，并可以在核战争中生存数十年。一些极端阴谋论者认为，该镇的地下设施可能隐藏着外星飞船或超级武器，类似于美国的51区。还有人猜测，梅日戈尔耶镇可能是一个高度自动化的军工制造基地，专门生产核武器或先进导弹系统。虽然这些猜测听起来很离奇，但俄罗斯政府始终对该镇保持极端保密，让它更显神秘。梅日戈尔耶镇无疑是世界上最神秘、最戒备森严的禁区之一。无论它是真正的核指挥中心，还是俄罗斯政府的绝密储备基地，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缺乏官方信息，外界只能通过卫星影像和情报推测其真实用途。而这座隐藏在乌拉尔深山中的禁区，也许永远不会向公众揭开它的真正面纱。那么，你认为梅日戈尔耶镇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它真的与死守系统有关，还是只是一个被神化的军事基地？第6名，莫斯科地铁2号线。这条地铁线路据传位于莫斯科现有地铁系统的更深层，并且并不对公众开放。它的建造时间、用途以及是否仍在运行，至今仍是未解之谜。许多人相信，它不仅仅是一条地下铁路，更可能是一座深埋地下的庞大军事设施，甚至连接着克里姆林宫、情报总部和核战避难所。由于其高度机密性和封闭性，莫斯科地铁2号线被列为世界10大禁区之一。关于莫斯科地铁2号线的最早传闻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执政时期，当时苏联正处于国际局势紧张的时代。斯大林担忧战争爆发后莫斯科可能遭到敌方袭击，因此下令建造一条隐秘的地下交通系统，用于政府官员、军事指挥部和重要人员的紧急撤离。在冷战期间，苏美两国对核战争的恐惧达到了顶峰。传闻称，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曾下令对地铁2号线进行扩建，使其能够在核战争爆发时充当政府和军方的紧急指挥中心。尽管外界有大量关于莫斯科地铁2号线的传闻，但俄罗斯政府始终未承认它的存在。直到1991年，一些前苏联官员在接受采访时间间承认了这条秘密地铁的存在，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使其更加神秘。
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这条秘密地铁连接了克里姆林宫、联邦安全局总部、国防部、弗努科沃政府专用机场等重要地点。在紧急情况下，俄罗斯总统和高层官员可以通过这条地下铁路迅速撤离莫斯科。由于其极深的地下位置，许多人认为莫斯科地铁2号线不仅仅是一条秘密通道，而是一个完整的地下生存系统。它可能包括军事指挥中心、食品储备、医疗设施，甚至可长期生活的地下城市，类似于美国的切燕山地下指挥中心。另一个广为流传的猜测是，这条地铁线路与克格勃和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紧密相连，可能用于运送间谍、机密文件或特殊囚犯，甚至有传言称，它曾用于关押政治犯或作为秘密实验室。有证据显示，苏联时期的地铁系统曾被用于军事运输，因此，一些人推测莫斯科地铁2号线可能仍然在使用，负责运输战略物资、核武器或特种部队，以便在战争爆发时迅速部署。莫斯科地铁2号线是一个充满谜团的存在，它可能是政府的秘密撤离通道、核战避难所、军事运输线路，甚至是一个庞大的地下城市。尽管至今没有官方确认，但它的神秘性和军事价值使其成为世界10大禁区之一。第5名，北森蒂纳尔岛。北森蒂纳尔岛位于孟加拉湾，是安达曼群岛中最神秘的一座岛屿。这座面积约60平方公里的岛屿被茂密的热带雨林覆盖，四周环绕着危险的珊瑚礁。岛屿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原住民森蒂纳尔人，他们是世界上仅存的与现代社会完全隔绝的原始部落之一。森蒂纳尔人在这座岛屿上生活了约6万年，保持着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森蒂纳尔人是一个极度排外的部落，人口估计在50至400人之间。他们使用独特的语言，至今未被外界破译。部落成员以狩猎、采集和捕鱼为生，使用弓箭、长矛等原始工具。他们居住在简易的棚屋中，穿着植物纤维制成的衣物，保持着最原始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森蒂纳尔人对任何外来者都表现出极度敌意，曾多次攻击靠近岛屿的船只和飞机。印度政府于1996年将北森蒂纳尔岛及其周边5海里水域划为禁区，严禁任何人靠近。这一决定基于保护森蒂纳尔人独特文化的考虑，同时也为了避免现代疾病对这个与世隔绝的部落造成毁灭性打击，印度海岸警卫队定期巡逻该区域，确保禁令得到严格执行。任何试图接近岛屿的行为都可能面临法律制裁。北森蒂纳尔岛的保护现状引发了许多争议。一方面，人类学家认为应该尊重森蒂纳尔人的选择，维护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有人主张应该与部落建立有限接触，以应对可能的自然灾害或疾病威胁。2004年印度洋海啸后，印度政府曾尝试向岛上空投物资，但遭到森蒂纳尔人的攻击，最终放弃了接触计划。北森蒂纳尔岛作为世界10大禁区之一，不仅是一个地理禁区，更是一个文化禁区。它提醒着我们，在这个高度全球化的时代，仍有一些人类群体选择与现代社会保持距离。森蒂纳尔人的存在挑战着我们对文明和发展的认知，促使我们反思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在未来，如何平衡文化保护与必要干预，仍将是北森蒂纳尔岛面临的主要挑战。这个神秘的岛屿将继续保持其独特地位，成为人类文明多样性的重要见证。第4名，波维利亚岛。在意大利的西湖之中，距离水城威尼斯不远的地方，有一座被彻底封锁、禁止公众进入的岛屿——波维利亚岛。它被誉为世界上最恐怖的禁地之一，曾经是瘟疫隔离区和精神病院，有无数冤魂在此丧命，被认为充满了黑暗历史与超自然现象。由于岛上的种种传闻，意大利政府已经完全禁止游客登岛，即便是当地人也对它避之不及。波维利亚岛并非一开始就被视为恐怖之地，在中世纪时期，它曾是一个繁荣的小镇，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座岛屿逐渐成为人类灾难的象征。在14世纪，欧洲遭受了黑死病的侵袭，仅意大利
就有上千万人因此死亡。由于害怕瘟疫传播，意大利政府决定将感染者全部送往波维利亚岛进行隔离，一旦被怀疑感染，人们就会被直接送到岛上，任由疾病夺走生命，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尸体被大规模焚烧，甚至有活人被投入火中，以防止疫情扩散。据传，岛上超过10万人在瘟疫期间死亡。岛上的泥土中至今仍含有大量人骨和灰烬。这种恐怖的历史让波维利亚岛成为死亡之岛，许多尸体甚至直接被堆积或抛入水中，形成了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废墟。到了1922年，意大利政府在波维利亚岛上建立了一座精神病院，原本是为了收容心理疾病患者，但这里很快就变成了真正的噩梦。医院条件极差，医生们使用电击疗法、药物实验等手段对病人进行非人道的治疗。据传，医院的首席医生曾进行各种恐怖的人体实验，并将许多病人关押在地下，不让他们接触阳光。据说，这位医生最终因受到鬼魂纠缠而精神失常，并从钟楼跳下自杀。但岛上的护士们声称，他的死并非普通自杀，而是被看不见的力量推下去的。这座疯人院一直运营到1968年，之后便被彻底废弃，岛屿也因此完全荒废，无人敢踏足。由于其黑暗的历史，波维利亚岛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全球最闹鬼的地方之一。许多人声称曾听到岛上传来尖叫声、呻吟声，甚至是鬼魂的低语，还有人目击到了黑影、鬼火、漂浮的身影。岛上会传来诡异的哭声，特别是在夜晚，仿佛有人在痛苦的哀嚎。无人值守的钟楼会自动响起钟声，即便它已经多年没有被使用。探险者称曾看到白色影子在废弃建筑中飘动，甚至被无形的手推倒。波维利亚岛的诡异传闻不仅影响了当地居民，连政府也不敢掉以轻心。由于岛上的超自然现象越来越多，意大利政府最终下令全面封锁，禁止任何未经许可的人员进入。2000年后，岛屿被永久封锁，即便是游客也无法合法进入，警察巡逻，严禁登岛，任何擅自接近的人都会被驱逐甚至逮捕。2014年，意大利政府曾尝试将岛屿出售，但买家因未知原因迅速放弃。传闻是因为他们在岛上经历了无法解释的恐怖事件。波维利亚岛无疑是世界上最神秘、最恐怖的禁区之一，它不仅是黑死病的埋骨地，还是疯人院实验的地狱，最终因其闹鬼传闻而彻底封锁。虽然科学无法证明鬼魂是否存在，但岛上的种种诡异现象至今仍然让人不寒而栗。那么，你认为波维利亚岛真的闹鬼吗？还是它只是被黑暗历史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面纱？如果有机会，你敢踏上这座岛屿，亲自揭开它的秘密吗？第3名，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在距离北极不到1300公里的挪威斯瓦尔巴群岛，有一座全球最重要、最神秘的禁区——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这里被称为末日粮仓，存放着全球各地的重要农作物种子，是人类农业基因多样性的最后保障。由于其极端重要性，普通人无法进入，只有特定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才能进入库内进行维护。那么，这座深藏于冰雪之下的种子库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它为何被列为世界10大禁区之一？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建于2008年，位于挪威管辖的斯瓦尔巴群岛主岛斯匹茨卑尔根岛的一座山体内部。它的主要功能是存储和保护全球农作物的种子，以应对自然灾害、战争、气候变化或其他全球性危机导致的农业崩溃。选址极为偏远，普通人难以接近斯瓦尔巴群岛。位于北极圈内，终年冰雪覆盖，冬季温度可低至-30°C，普通人几乎不可能徒步到达，即使乘坐飞机也需要特殊批准，入口严格受限，非授权人员禁止进入种子库的大门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只有特定的科学家、政府官员和授权人员才能进入，即使记者或游客也无法参观内部设施。最高级别的安全措施，种子库深埋在130米厚的冻土层中，即使发生核战争或地震，
也能保持稳定。即便全球海平面上升，种子库仍能保持干燥，确保种子不受损害。虽然种子库内没有驻守士兵，但有全天候远程监控系统，任何试图闯入的人都会被发现并报告给相关机构。斯瓦尔巴种子库由全球作物多样性基金会统一管理，任何国家的组织或个人不能单独决定取走种子，只有存放种子的机构才能在特殊情况下申请取回种子。如2015年，叙利亚农业研究中心因战争申请了部分种子。尽管斯瓦尔巴种子库被称为末日粮仓，但它并不仅仅是为了全球毁灭性灾难而准备的，而是为了日常农业研究、基因保护和食品安全提供支持。未来，它将继续收集更多国家的作物种子，确保人类的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不仅是一座农作物的储存库，更是人类文明的生命保险箱。如果有一天，全球某种重要农作物因灾难消失，这里可能成为重建人类农业的希望。正因如此，这座种子库成为了世界10大禁区之一，受到最高级别的保护。你认为，未来我们是否会依赖这座末日粮仓来拯救全球农业？如果你有机会，你想进入这个禁区一探究竟吗？第2名，51区。在全球10大禁区中，美国的51区无疑是最具神秘色彩的地方之一。这个位于内华达州沙漠深处的军事基地，由美国政府严格保密，周围布满警告标志、监控设备和武装巡逻，任何未经授权的闯入者都可能面临严重后果。外界对51区的猜测，从先进战机实验基地到外星人研究中心，各种阴谋论层出不穷，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争议和吸引力的神秘之地之一。51区位于美国内华达州南部，距离拉斯维加斯西北约130公里，属于内华达试验场的一部分，周围被干旱的沙漠和山区包围，非常隐秘。该基地成立于1955年，当时美国正处于冷战时期，需要一个高度机密的地方来研发新型侦察机，以对抗苏联的军事威胁。官方文件显示，51区最初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与美国空军合作研发 U-2高空侦察机的基地，随后成为隐形战斗机、无人机和其他先进航空科技的试验场。虽然美国政府直到2013年才正式承认51区的存在，但关于它的神秘传闻已经流传了数十年。为了确保机密安全，51区对外完全封锁，且采取了极端严格的安全措施。51区上空是美国最严格的禁飞区之一，即使是美军的飞行员也需要特殊许可才能进入，否则会被直接拦截。基地周围布满了监控设备、武装巡逻车和感应探测器，任何试图接近的人都会立即被驱离，甚至可能被逮捕或起诉。该区域对民用卫星地图进行了模糊处理，并使用先进的电子干扰系统，以防止间谍卫星窃取信息。由于51区的高度机密性，关于它的阴谋论层出不穷。最著名的阴谋论认为，51区不仅存放着坠毁的外星飞船，还有被捕获的外星人。据传，美国政府在新墨西哥州发现了一艘 UFO， 并将其运至51区进行研究。一名自称曾在51区工作的物理学家鲍勃·拉扎尔声称，他亲眼见过外星飞船，并参与研究反重力推进技术。虽然这些说法没有确凿证据，但美国政府长期否认51区的存在，反而加深了公众的怀疑。除了外星人传闻，许多人认为51区可能是美国最先进的科技研发中心，正在研究未来武器，制造出类似 UFO 的飞行器。无论51区是否真的隐藏着外星科技，它无疑是全球最受关注的禁区之一。政府的高度机密、严格的安保措施以及不断涌现的阴谋论，使它成为现代军事史上的一个谜团。那么，你认为51区真的藏有外星人吗？还是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军事基地？如果有机会，你敢偷偷潜入51区一探究竟吗？第1名，梵蒂冈秘密档案馆。位于意大利罗马市区的梵蒂冈城，不仅是全球天主教的宗教中心，也是世界上最小的独立国家。
而在这座古老而神圣的城市中，有一个被深深隐藏的禁区——梵蒂冈秘密档案馆。这里被视为全球最神秘的地方之一，拥有着无数珍贵的历史档案和秘密文件。涉及的内容从宗教信仰到政治斗争，从历史遗失的事件到教廷的阴谋，无不充满了神秘与争议。由于档案馆的特殊性质，公众对于它的了解非常有限，使得它成为全球10大禁区之一。梵蒂冈秘密档案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当时梵蒂冈就开始收集和保存与教会事务相关的重要文件。它的前身是由教皇尼古拉5世于1475年设立的，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那些珍贵的教廷文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档案馆逐渐成为梵蒂冈最机密的资料中心。梵蒂冈秘密档案馆一直以来都是神秘与争议的代名词，这里保存了许多重要历史文件，关于宗教、政治、社会以及许多未解之谜的文件，使得这个档案馆成为了无数人热议的对象。梵蒂冈档案馆收藏了大量关于教会历史的信件和文件，这些文件涉及到教皇与各国君主之间复杂的外交往来，例如教皇曾如何在宗教改革期间与马丁·路德的斗争中做出抉择，以及十字军东征背后的种种复杂政治博弈。有些文件透露出教廷与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与争斗，以及秘密协议和外交策略，这些历史往往被人忽略或者被有意掩盖。梵蒂冈档案馆保存着大量关于天主教教义发展的文献，许多与宗教异端审判、宗教改革、异教徒镇压等相关的资料都被封存在档案馆中。这些文件揭示了历史上教会的权力斗争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在公众的想象中，梵蒂冈秘密档案馆也可能藏有与外星人或 UFO 事件相关的文件。罗斯威尔事件曾经广泛传播，关于外星飞船坠毁的文件一直是许多阴谋论的核心。有传言称，梵蒂冈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收集了大量关于外星人和其他未解之谜的资料，但由于秘密性极高，至今尚未公开。梵蒂冈档案馆的资料一直受到严格的保密规定，即使是历史学者和研究人员，访问权限也极为有限。档案馆收藏了数以百万计的文件，涉及教会历史、世界政治、战争与外交等多个领域，是全球最珍贵的历史档案之一。有关外星人、秘密政治交易、教会阴谋等众多未解之谜的传闻，使得这个地方充满了神秘色彩。作为全球最具权力的宗教机构，梵蒂冈掌握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其中一些文件可能涉及到教会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这些内容一旦公开，可能会引发广泛的政治和宗教争议。梵蒂冈秘密档案馆作为世界10大禁区之一，承载着无数历史的谜团与争议。它不仅是教会历史的宝库，也是全球历史学者和阴谋论者心中的圣地。无论这些档案背后隐藏的真相是否会在未来被揭开，梵蒂冈秘密档案馆的神秘性和禁忌注定会继续吸引世人的目光和探索。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记得帮院长点个赞，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